在条件恶劣的沙漠里栽树，却能全部成活，就连瓜果蔬菜也能在这儿生长。昔日的不毛之地，如今变成了绿洲和良田。而创造出这一奇迹，用的竟然就是沙漠中的黄沙。那么这黄沙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？科技院即将播出。还记不记得5年前那个春天，也就是2006年的4月16日，北京刮了一场沙尘暴。对于那场沙尘暴啊，很多人的印象都特别深刻。我记得那天早上一觉醒来，整个京城哪儿都是黄色的，空气中飘的是黄沙，地面上落的是黄沙，路边停的车被一层厚厚的黄沙覆盖着，都可以画沙画了。要说寻常老百姓呢，都害怕刮沙尘暴，可偏偏有一个人却打起了沙的主意，他就是要利用刮沙尘暴的这个沙子来治沙。想要用沙子来治沙的人名叫秦生义，他是硅沙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。他怎么就能用沙子来治沙呢？我们大家先来看他做的一个实验。我再放进去，让我吹一下啊，先我杯子里这么一孔，可以吹一下就可以看到是透气的。杯底有眼儿，装入的也是散沙，但是这水却不会漏出来，一吹能够冒气泡，证明这沙子是透气的。那这个沙子怎么就能透气不透水呢？我们采用沙漠上风机沙为原料，发明出一种呢生态防渗材料——透气防渗沙。它是通过呢一种特殊材料，使这个包覆在沙粒表面，使这个跟沙粒跟水接触的时候啊，它能够有效的增加水的界面张力，从而达到呢防渗效果。这个沙粒呢又有孔隙，要能保持很好的通透状态，达到透气，从而实现了透气防渗。如果和沙漠中的原沙做透水实验比较，那生态透气防渗沙的不透水性就能表现得更清楚。2个大小相同的试管，底下都有孔，装一样多的沙子。然后倒入同样多的水，倒入原沙中的水很快就漏完了。而防渗沙这边呢，却一滴也没漏出来。我现在把水倒掉以后，看沙子是什么状态。这沙子完全是干的。再看这个软沙，水完全是漏没了。再看看它，我倒出来看看是它什么状态。完全成一坨了。这个实验证明了沙子原本是漏水存不住水的，可是经过科学的技术处理之后，增加了水的表面张力的生态透气防渗沙就能够存住水了。那这个防渗沙和治沙有什么关系呢？怎么用才能达到治沙的目的呢？沙漠变绿洲，那就要种植嘛。沙漠种植是个世界性难题，为什么？一是漏得快，蒸发得快。那么我们发明这个沙子呢，有效去解这个难题了。2009年，秦生义他们首先进行的治沙实验，就是在沙漠中种树。地点就选在宁夏灵武的白鸡滩。为什么要选这里呢？是因为这个地方非常有代表性。白鸡滩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，自然条件恶劣。全国治沙劳模王有德就是在这里和沙子斗争了30多年。他们通过扎草方格、种树等传统方式来治沙，筑起了一道绿色屏障。
选在这里做实验，创新的治沙模式正好可以和传统的方式来进行对照。用防渗沙种树，具体的操作办法就是把防渗沙铺在树坑底部。和传统种树相比，虽然只是多了这么一层薄薄的防渗沙，但是这层沙子所起的作用却不可小瞧。有了这层沙，水的利用率就大大提高了。普通的没有用咱们这个技术树，大概3天左右浇一次水，而用了我们这个技术有15天才浇一次水。这个节水应该在70%。节水70%，估计很多人都不敢想象，尤其是在沙漠干旱地区，能够省出这么多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但是省水并不是最终目的，最重要的是看树能不能活下来，能够活多少，活下来的树长势又如何呢？你看那个树冠，这5月份栽的，也就2个多月，那长的时候应该长大1.5米左右了，啊，看这个透气防渗效果，对沙漠种植确实大有益处。实验林之所以能够比对照林长得快、长得茂盛，是因为生态透气防渗沙的2个功能发挥了作用，一个就是保水作用。树坑我们那浇一次水，这个水分就会在15天内保持在这个透气防渗沙围成一个树坑内，而不去流到其他地方，以供给这个树木的水分需要。而普通的没有用我们这个技术的树木呢，它们这个水浇过以后，浇水以后很快就渗到更深更远处，所以这个水分损失比较大，损耗比较大，浪费也比较多。这种防渗沙的保水程度到底怎么样呢？秦生义说，挖开一个树坑就能看清楚。这个就很能说明问题了，是吧？给一个层，这是干的，上面水分高，保养它水呢，这水沙子就，你看成团了，哎，挤得出水了，你看。同样的沙子，树坑外的就很干。这上面你看，同样的，这沙就捏不成团了吧？啊，就散开了，明显这个水分比较少。是颜色上来看，颜色这也不一样嘛，是吧？这一块在上，是吧？这水分，你看这个水分扎上了，你看，明显的。哎，你看这个对比，它基本上这个很难成团的，颜色不一样。对，这水分含量就高多了。薄薄的一层防渗沙不仅能够存住水，它的另一个透气功能还能让树根自由地呼吸。正是因为具有透气防渗的双重功效，所以才能让种下的树根深叶茂。栽下树的当年，这片林子100%成活，也就是说没有一棵死树。而传统的沙漠绿化，当年能成活80%，那就算高的。一般成活率大约是80%左右。节水70%，当年成活率100%。如果不采用透气防渗技术，这在以往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。但是治沙劳模王有德还有一个疑惑，他认为树冠当年的生长量这么大未必是好事儿，因为冬天来临，枝条含水多的话，很可能会被冻死，所以还要等到来年开春再看一下，能熬过冬天的才能算是真正活下来的。那这片长势旺盛的树林，到底能不能挺过严冬的考验呢？振奋人心的消息还真是传来了。到了第2年，也就是2010年，这片实验林成活率依然保持在100%。而今年，也就是第3个年头，所有的树也都活得好好的。这片实验林充分印证了水是生命的根本，留住了水就保住了树的命。应用透气防渗技术植树成功以后，秦生义还有一个更加大胆的设想，那就是要在沙漠里种菜种粮食，不仅创造出生态效益，还要为沙漠地区的老百姓创造出经济效益。有望借着沙漠将它变为良田呐，对树
你看，尤其是乔木，这耗水量是很大的。它现在我们实验都成功了。如果做一般的庄稼种麦子是吧，种玉米是吧，种红薯、种西瓜，那么相对来耗水量还小一点，难度还小一点。2010年，秦升义的沙漠变良田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。在宁夏中卫腾格里沙漠腹地，占地4000多亩的沙漠日光温室里，采用透气防渗技术种下的蔬菜瓜果已经果实累累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咱们都是蔬菜都是全部种在这个沙子上面的。那么这个沙漠里面的种植蔬菜呢，它的效果质量都是比较好的。辣椒地的对比实验表明，采用透气防渗技术，作物不仅长势好，节水效果也十分显著。这边每浇3次，同样时间段下，这边只浇1次，因此透气防渗沙节水效果能够达到70%左右。这种防渗沙不仅能够存住水，同时还有保肥的作用。因为这个水肥都保住了，这个肥料呢不流失呢，上面作物就长得好。那么长得好呢，产量就高。这样，连节水省下的成本，带高产增加的收入，效益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这个棚总的算下来就增加了3000块钱的收入。日光温室没建成之前，这里也跟远处的沙丘一样，高低不平。一刮风，那就是沙进人退。那么风大呢，沙子就向前移，呢，把咱们开发出来的这些良田呢，就给淹没了。在当地，过去有很多顺口溜来形容这种恶劣的大风天儿，比如说一天吃尽2两土，白天不够晚上补。还有什么大风起时不见家，朝为田园夕为沙。如今采用防渗技术种上了蔬菜瓜果，反过来成了人进沙退。如果都像这片大棚一样一块一块推进，那么沙漠良田就能大面积展开。沙漠变良田，沙漠变绿洲，沙漠变人类移居的地方，这就是创新的力量。以沙治沙之所以能够治蛀，根儿上的原因就是有效地利用了水。留住了水，就保住了植被的命。透气防渗沙技术开创了科技治沙的新途径。不仅如此，秦升义还想利用这沙子来治水。那他到底是怎么做的呢？稍后咱们继续一块儿来看。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说这生态治理沙漠的新方法。前面说到秦升义他们研发的透气防渗沙技术，开创了科技治沙新途径。不仅如此，利用沙漠中的沙子，他们还原创性地研发了以沙治水的新技术。那么这沙子又是怎么治水的呢？下面咱们来看一个实验。这种能够透水的砖也是用沙子做的。我们常说一盘散沙，一盘散沙。秦升义不光用散沙做成了砖，而且还是有特殊功能的砖。这种沙砖的作用和防渗沙正好相反，它是透气透水的，水在上面一直浇，它就能一直往下漏。那同样是沙漠中的风机沙，它怎么又这么透水了呢？普通的这个透水砖呐，它是靠这个缝隙透水，颗粒很粗大，很毛糙嘛。而我们的透水砖是通过破坏水粒表面张力来透水。我们发明了一种特殊添加剂，加到沙子里面去以后，它就能够在水接触它这个沙子表面的时候，迅速的张力被破坏掉，就水要往里钻呐。这种透水砖怎么用就能达到治水的目的呢？一开始，秦升义只是把这种透水砖铺在人行道上或者是广场上。那么下雨的时候，一边下着雨，一边就漏下去了，不会汪洋一片。可是雨水都渗下去了，秦升义认为这是白白浪费了，太可惜。他想，如果能把雨水都收集起来再利用，让宝贵的水资源循环起来，这样岂不是能够发挥出更大作用吗？于是他在透水砖的基础上又研发了配套的雨水收集系统。
雨水通过透水砖流到地下的收集槽中，然后把这水再抽出来，就可以浇花啊、浇树什么的。宝贵的雨水资源完全收集利用，消失暴入洪涝。现在大城市都有一种通病，那就是一下大雨，因为排洪能力差，这雨水没地方去，就容易造成内涝。如果地面上铺上这种透水砖，地下建造集雨系统，那么这个令人头疼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。这种集雨系统收集雨水的效果确实不错，但是储存的时间一长，又会出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水质下降。因为这是一潭死水，所以很容易变质发臭，这样的水的利用又会受到限制。怎样才能让收集来的雨水变干净呢？勇于创新的秦生义又开始琢磨上了，他把透水砖又做了改进，研究出了滤水砖。这种滤水砖在透水的同时，还具有过滤净化的功能。这改进后的我说这是纳米级的工艺，看这是镜面样的了，是吧？就大肠杆针都过不去，是吧？这样的过滤净化水。经过多道的滤水砖过滤净化，收集来的污水就能够变成清水。水清了，秦生义还不满足，怎样才能在沙子的作用下让水质变得更好呢？后来，秦生义在泉水的启发下找到了灵感。地下水为什么那干净呢？历经万年是吧，永久性的不会变质呢？道法自然，依据地下泉水的储存原理，经过不断的改进完善，更先进的雨水收集净化系统，生态沙泉诞生了。这整个结构是模拟底层结构组成的，水储存在这个沙缝里面。这个系统最关键的核心技术，是吧？一个是这个滤水砖、滤水井，这样形成这个过滤净化这种生态材料，以及这个透气不透水这种生态保水材料。因为水被保存在沙子做的滤水沙、滤水井里，所以就被净化了。而底层的透气防渗沙则起到了储存和保鲜的功能。储存的这个最关键的如何保鲜，这是个世界性难题。我们发明一种透气不透水的沙子，不渗漏了，同时呢又透气，跟地气接通了，这样就有效的增加水体里面的含氧量，这样水就不变质了，保鲜了。因为生态沙泉是完全模拟地层结构，所以水质净化效果非常好。这就是3年前的雨水收集到现在，这是达到直饮水标准。这种生态沙泉还有一个灵活方便之处，就是可大可小，方的也行，圆的也行。另外还可以建在地下，不占地面空间。就把这种明的大水库，我把分散开因地制宜，在田间地头变成若干个隐形的小水，是吧？防蒸发、防渗漏，使用方便。对这个三农水的命脉问题，有形成季节性干旱的问题，可能是个最佳方案。今年夏天，我国南方出现严重旱情。但是在重庆武隆，虽然这个县城也经历了高温干旱的考验，可是百姓的生活生产却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。原因就在于他们用上了秦生义给这里捐赠的生态沙泉。到这井里面出来的水，就是经过9重过滤的水，雨水才有可能变为了泉水。其实武隆地区并不缺雨水，但是这里是喀斯特地貌，雨一停，水就漏走了，存不住。所以以往一到干旱季节，老百姓的日子依然很难过，要到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去背水。因为水少，老百姓大家都需要用水，每一个人都到那个去抢水。我们作为水务部门呢，花在调解老百姓的这个水事纠纷上面，也花了很多精力。
而有了生态沙泉，过滤净化以后的雨水，通过管道输送到家家户户，老百姓天天都能喝上干净的水。现在那个水弄起来都有水了，水都好了。这个水3个月、5个月，老百姓饮用起来仍然是新鲜的，对于解决老百姓饮水的这样一个健康这个方面呢，有非常大的好处。有了水，不仅百姓的生活质量提高了，也带动了农业的发展。那么这个项目呢，实际上就是科技扶贫，他们把这些科技成果，产业化，那么现在又带到这个像武隆这样的特殊贫困地区，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，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。这个风景如画的小县城，因为有了水，今年夏天的旅游也火了起来。以往连自己饮水都解决不了，如今也能笑迎八方来客了。秦圣义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呀，就是您的需要，我的创造。沙漠中的沙子通过科技创新，成了治沙治水的法宝，开创了绿色环保的治沙治水新思路。生态沙系列产品可以说来源于自然，又回归于自然。沙子的一个轮回，让生态改善了，人类受益了。秦圣义也利用科学的方法，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。好，如果您想获得本期节目的相关资料，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 发送到1066335556索取手机报。更多内容你也可以登录 CNTV 7家农业网站查询。下面我们来共同了解下期节目的主要内容。灵芝孢子粉市场价格居高不下，只因收集成难题，农户没有收粉技术，只好眼睁睁看着灵芝孢子在大棚里到处乱飘。江敦化却偏偏要将这乱跑的孢子粉给捉回来，他到底有什么好办法呢？科技院下期讲述。